好，回到節目這一段，我們來看的是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呢，這個禮拜在夏季達沃斯論壇啊，他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就是中國機遇2.0，直球回應了這個近來西方國家不斷炒作的中國衝擊2.0。李強強調呢，中國大陸帶給世界的不是衝擊，而是機遇；不是威脅，而是賦能。他也反駁西方的質疑啊，說中方企業呢都是靠政府的補貼取得競爭優勢。李強說，中國科技創新快速發展靠的是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供應鏈，還有激烈市場競爭所形成的創新生態。另一方面，他也提到，現在呢全球創新聯動程度前所未有。但是各種的築牆設壘呢，科技封鎖也是越來越烈啊。那所以呢，新一輪的科技革命還有產業變革當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企業是可以包打天下的。這一番話不只是在談貿易，當然也是在談科技秩序啊。尤其現在中國大陸的 AI 發展，他們強調是開源模型。從 DeepSeek 之後呢，中國 AI 業者不斷的用低成本、高效率、開放式的技術路線挑戰美國封閉式、高成本還有高算力堆疊的模式。所以大使您看好这個李強特別在這一次的達沃斯，就夏季達沃斯論壇，他提出了中國機遇2.0，是在提醒以美國為首哈，包括現在連歐盟都是如此啊，因為最近歐洲也想要這個，特別是推出一個歐版的301來對付中國大陸哈。那對於這些西方國家，中國大陸要提醒的是不是說，中國以前從世界工廠到變成市場，到現在變成一個中國平台啊，所以在轉變的同時，西方必須也要跟着調整的思維是什麼呢？對，就變成就是說，其實 AI 到最後還是在商業市場做競爭了。對，最後的成敗，它不是走這種高大上，在少數人在使用。那你必須要得到廣大客戶，這個客戶基本上已經是跨國界的客戶了，因為大家都在網絡上，就直接就使用了啊。那所以在成本上是一個很大的考量。你的功能上接近的話，最後就是成本。对，我看過一個數字，那個 DeepSeek 的使用成本跟 ChatGPT 的使用成本差14倍。那也就是說，你用這個 ChatGPT， 你要花比用 DeepSeek 貴14倍的價格。那這個就是我覺得就是說，從很多地方上來看，那美國感覺很恐懼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說，當然就是說，你能夠降低這個成本的話，有很多這個原因啊，你也不能都說中國大陸是政府在怎麼樣，在補貼或者用這個市場來壟斷哈。那其實最主要還是就是說，你的技術方面、科技方面的採取的路徑的不同。所以這個 DeepSeek 它不是靠大算力，它基本上現在已經走另闢蹊徑了。它的這個算法不同，用改變算法的方式降低對算力的需求。那其實在 AI 發展裡面，其實最燒錢的是算力，不是算法。算力的話，你現在去買一下，你去那個黃仁勳的這個 AI 晶片，哇，越來越貴啊。對，然後你的伺服器的價格，你使用這個 NVIDIA 的芯片的話，也是越來越貴。而且未來還有一個很貴啊 ，tokens 是非常貴，而且呢，因為它需要大量的電力，对，電力也越來越貴，所以就變成就是說，整個如果架構在美國的這個 AI 的算力基礎上的話，那你就是說你的競爭力會有問題。中國大陸我覺得就是在整個這個AI 的這個算力的這個基本運作跟這個算法的基本運作之上它取得了一個怎麼降低成本的有效方法，对，它已經展現出來了。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將來兩種系統競爭很重要的一個決勝點。對，不同的系統，不同的路徑啊，未來中美兩強比拼的就是 AI 啊，當然比拼的是除了算法以外，更重要的是算力。不過呢，包括馬斯克跟黃仁勳都提過他說 AI 的盡頭是算力，但算力的盡頭是電力。那到今年5月底為止呢，中國大陸的全國發電裝機容量達到40.1億千瓦，年增是11%啊，超過美國、歐盟、印度、日本、俄羅斯發電裝機的總和，規模位居全球首位。
中國不只是發電裝機總量大，那現在在水電、風電、光電、核電，還有新能源這些領域呢，也都形成完整的布局。更重要的是呢，中國大陸有一套全國一盤棋的電力跟算力調度能力啊。比如說東數西算呢，就是把東部的龐大電力算力需求對接西部的能源跟土地資源。另外呢，大陸國家能源局也表示呢，新型的能源體系建設15規劃已經發布了。總體目標呢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體系。那風電還有包括太陽能發電裝置的比重會超過50%。好，而且還強調說，大陸西部未來不僅是呢要向外送電、送煤、送氣，還要外送產品，剛剛我們講 token 哈，要加力的來推進這個吸能吸用。對照中國大陸這邊，那我們來看美國這邊呢，當然也是受到了這個缺電的壓力啊。川普政府跟 AI 巨頭呢同步展開了行動，要來補足電力。像雪佛蘭呢就跟微軟簽署了20年的電力購買協議。那另外是美國能源部呢提供175億美元有條件貸款來協助採購核電關鍵零組件，加快新核電廠的建設。目標是在2030年前呢有10座大型核反應爐來興建。哈，這邊也有一個圖表幫大家整理來看哈，中美的算力跟電力，特別算力的盡頭是電力啊，電力大比拼。中國跟美國來看一下哈，在發電的部分呢，中國的強項是快速擴张、綠能領先；美國能源多元、轉型加速哈，他們各自有各自的強項跟弱項。好，那送電的部分呢，中國大陸這邊是特高壓技術是領先的，跨區的調度很強。美國這邊呢，老舊電網不斷的想辦法升級，好，配電也是啊，配電自動化，中國這邊啊，那數位化的推進，美國這邊是分散式的電源興起。好，那廚電呢，這個廚電規模，中國大陸也是全球領先的哈，有成本上，剛剛大使講到 cost 這個成本上的優勢。那美國這邊呢，只能靠技術創新或政策驅動。好，簡單來講，這個詳細的資訊哈，重點是這個下面這部分，中國大陸的優勢呢，就是規劃集中，執行力強，然後呢，從這個基建的速度很快。美國的優勢則是呢，技術創新強，能源市場靈活。而這個美國挑戰呢，是說電網老化的問題要想辦法解決哈。那中國大陸這邊的挑戰則是呢，區域發展不均啊，部分地區的消納量的壓力比較大，所以呢，才會想到東西區的這個互相的調度。好，那聶老師啊，我們說拼算力之前要先拼電力啊。剛才我們也提到了這個非常詳細的一個就是比較給大家看，您怎麼看？就是說在整體的電力戰略規劃上，中美兩強各自的盤算。好，我們剛剛私下講到一個叫 token， 所有懂 AI 的、懂科技都知道 token。其實算力跟 token 是非常有關係的。我們任何一個，你不管經過哪一種生成式 AI， 你只要去一個 input 一個 output， 每個資源就是一個 token。它的 token 每一個都要經過計算，那就是算力。你知道現在是量體之大，不管大人小孩，小孩甚至把它當成玩具，它的 token 不斷的需要後面繼續算，那需要非常大的電力來支撐。台灣現在最大的瓶頸就是未來電力嘛。當你台積電新的廠出現之後，我跟你講，台灣電力真的會不夠。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對岸中國哈，你自己想一下，我們剛剛講了幾個，你剛剛提到幾個東西很重要啊。東西大陸很大，14億人口哈，地形又西邊高，東邊低，有非常多，一定會片面布局不完整，很難做到的。中國都做到了。過去你有沒有聽過南水北調啊？南水動到北邊去，還有北電南送，西電東送都聽過。還有一個更重要，很少人聽過，10幾億人都在玩手機，所有的算力全部算到天空，要雲去接，雲在哪裡啊？全部會爆掉，根本會塞車。它東數字啊，西算到新疆去算，這個很重要。現在又來了一個西能東送，這個非常重要。這是15.5計劃裡面講的，非常重要。它叫能源產業布局要雙向優化，請注意。中國它的所謂的5計劃，從1950年開始的，以前要叫，現在叫規劃。12.5規劃，15年前，2015年，他們就做了一個非常大的口號，叫做要將中國未來所有的工廠黑貓變綠貓，做到了。現在不但做到綠能電動車什麼世界第一，現在這一次更重要，他要把所有東西叫做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體系。对，我就講快一點，你剛剛講那個比鄰啊，我們時間非常有限。中國除了你剛剛講規劃集中、執行力強，基建當基建除了一般基建，還有所謂的科技基建。你剛剛講重點就贏在2塊，速度快，
第二還沒講到，除了它成本低，剛才講到成本低，對，光個速度快、成本低，贏過美國。美國很早，不管矽谷它的，你剛剛講技術創新講，的確很早就講，還在創新。可中國呢，從基建從各種起來，它已經這樣突破，光從速度，你說兩邊都有優勢，所以從這個角度，中國還在直線陡峭向上。美國只是一正一高，有點像波動在浮動，所以會有一個這個交叉時間。也就是我覺得你要說這兩個地方中美來比較，我覺得未來啊，中國只要穩定的走，那當然美國現在要制裁中國是無所不用其極。如果沒有辦法制約到他那麼的想象的話，將來還是有問題。我最後還加一個，中國強還在它的規劃非常完整、非常全面，還有它的產業供應鏈。其實你可以看到，在整個電的，你剛剛講的非常清楚，發電、送電、配電、儲電，它是整套系統都很強，尤其儲電這個地方非常重要。就中美兩國都在布局啊，但是剛剛提到一個重點，分配的問題，還有就是調度的問題啊。另外，因為剛剛這個晉哥我們私下聊天的時候，你說這個電的問題，你也很了解啊。我想電網升級未來會不會是整個 AI PK 的重要關鍵之一？我想還是要提醒一下，電力供應啊，只是在發展人工智能產業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也就是你少這個不行，但並不是代表你有了這個就完全就是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還有個千頭萬緒，有更多。中國大陸基本整個電網啊，除了你發電供電之外，還有一個是電網。就是配電供輸，它有一個國家電網，還有一個南方電網。南方電網是怎麼出來的？當年廣東省電不夠用，廣東省說啊，我要建一批電廠。那中國大陸是一條邊的，說哎，不要。那現在把這個南方這幾個省，因為他們都有多餘的，他們給你弄成一個電網。我們還有一個，那國家呢還有一個內蒙古，還有個內蒙古。那東部的蒙東是國家電網，蒙西啊是的。你要知道，電網之間啊，它有供需落差，還有價格矛盾。蒙西電廠當初跟陝西電廠還全武行打起架來過，所以我們知道這個今天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複雜千頭萬緒。那我要強調，電力只是必要條件，不要以為有電力強就所有問題。